解决无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比他更无赖。那天我正在家里玩手机，群里突然弹出一条消息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宣布个事儿，我老婆怀孕了。为了保证她安心养胎，我制定了一份本楼住户规范守则：禁止装修，禁止养狗，禁止晚上使用电梯。遇到我老婆禁止玩手机。他老婆怀的是龙胎吗？哪来的脸给别人提这么多奇葩要求啊？尤其每层楼就特么2户，最后2条完全就是在针对我。奇怪的是，群里居然没人骂他，他们忍得住，我可忍不住，当即在群里回怼道：“你老婆怀孕关我们屁事？难道这孩子是整栋楼的老少爷们众筹的？”是不是找死？龟儿子，你哪户的？这种咋咋呼呼爱嘴炮的货色我见多了，现实里多半是欺软怕硬的玩意。你管我是哪户的？既然你老婆肚里的孩子跟别人没关系，那就别对别人指手画脚的。对门随后发来语音，把我祖宗18代问候了个遍，还要加我好友，但我没有搭理他，倒是拉我进群的楼下大婶给我发了条信息：小周，你可千万别招惹1601那家人，整栋楼的人都知道，谁得罪了他们，就别想有安生日子。1602之前的住户就是受不了，他们才搬走的。怪不得群里其他人都不敢说话呢，原来是怕惹祸上身。可我不一样，瞬间就来了兴致。哥们儿干别的不行，对付恶人那可是太有经验了。1601还在群里叫唤，翻来覆去无非就是那些脏话，没有一点新意。我也懒得跟他争口舌之快，没曾想第2天我出去跟哥们儿喝大酒，回来后一出电梯，门口赫然出现一个巨大的酸菜缸。正是8、9月最热的时候，空气又闷又湿，配上一股子酸臭的味，说不出是像欧烂的死鱼烂虾，还是更像化脓的死水，太他妈味儿了，简直能把人熏吐。不用猜，绝对是对门的杰作。你谁呀？干什么？这你家的吧？搁外头不合适。怎么不合适了？这味道，你们家怎么还腌屎吃呢？放你妈的狗屁！老子这是酸菜，我老婆怀孕了，爱吃酸的，放家里熏着她怎么办？原来是酸菜呀！你不说，我还以为是屎呢。赶紧挪走！你他妈是不是想挨揍了？这里是公共区域，先到先得，我又没放到你家里，倒是你怎么有脸来找我的？现在已经10点了，我昨天是不是说了9点以后不可以用电梯，会影响我老婆休息？你要是记不住，用不用我把那些话打印出来贴你门上？跟这种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，所以我扭头就准备回家。本来就喝了不少酒，被这味道一熏，胃里顿时开始翻涌，所以一不小心，幸好衣服和地板上没有弄脏。我操！你他妈有病啊！你他娘的给我出来！敢吐我缸里，出来！我心情大好，全当听不见。那一缸臭酸菜，这下可算是废喽。我借着酒劲儿睡得比猪还死，也不知道外边叫闹了多久才停止。好家伙，我门上被涂屎了，怪不得这栋楼的人都不敢惹对门呢。2口子这是真豁得出去啊！理论那得是跟讲理的人才有用，跟无赖斗，你只能比他更无赖。当天我就买了一瓶高浓度的粪臭素，无毒但巨臭。好臭，怎么这么臭？是不是你他妈干的？什么？别跟老子装！我家门口的屎臭味除了你还能是谁？你是亲眼看到我在你家门口拉屎了？我家门上被人涂了屎，我还怀疑是你干的呢。是你吗？你论力气，我可不比他小。别搁这儿装傻充愣，缺德玩意儿，不得好死！嗨，破防可就没意思了。2口子在我门口骂骂咧咧，但就是不动手，可能是手腕被我捏疼了吧。最后只放了一句狠话：你小子等着，这事没完！粪臭素的味道很持久，吸附性也很强，所以邻居们都在议论他们2口子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癖好。楼下邻居大妈却劝我：小周，那2口子不是一般的难缠，没底线的，你惹了他们，找帽子都没用。谁先受不了找帽子还不一定呢。我很期待他们还会玩出什么花样。第2天晚上，我正在家里炒菜，屋里忽然停电了。不应该啊，昨天才交了电费。对面门紧闭着，这些泼屎断电的行为确实够恶心的，让你防不胜防，又没证据。不过现在他们遇上了我，痛苦和折磨的人只能是他们。怎么的？这电闸好玩呢？你居然往电闸上涂胶水，真不要脸！我不要脸的招式还多着呢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继续。
皇上说用热水可以溶掉。你是猪啊？是不是想把我电死？你吼我，我好心好意帮你，你骂谁是猪呢？烦了你了是吧？这胖子脱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我门口大骂。我躺在床上玩手机，懒得搭理他。最后他骂了快半个小时才消停，应该是骂累了。当晚他就又出招了。凌晨2点，突然有人按门铃，说是外卖到了。我一脸疑惑地打开房门，这我的。半夜叫外卖填我门牌号几个意思？不小心填错了呗，这点小事你不会不能理解吧？哪天我要是半夜也不小心填错地址的话，你也要理解哈。你敢？我老婆可是孕妇，你要是吵到她和孩子，后果你担得起吗？你大可以试一试。说完我就转身回屋了。第二天还是半夜3点，门铃又响了。你好，外卖。不用送上来，我下去拿。拿到外卖后，我先坐电梯到15楼，然后走楼梯蹑手蹑脚回了家。安静到楼道里的感应灯都没亮。回到家我打开外卖，好家伙，酱龙骨、酸辣鸡胗、麻辣小龙虾、冰啤酒。光头男大半夜的吃这么好，真怕哪天把我这门给拆了。开门！你个傻缺，把外卖还给我！这顿夜宵真不错，谢谢招待。对方气急败坏，居然叫来了帽子叔叔。帽子同志，他故意偷了我们的外卖。对，必须给我们赔钱。帽子又不是傻子，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。认认真真看了光头男手机里的外卖订单。你为什么要把地址写在他家？那我跟他一个01，一个02，写错了也正常啊。可他明知道外卖不是自己点的，还臭不要脸的拿走吃了。外卖你吃了？没有啊。不可能！你要没吃，你怎么知道里面有什么？小票上不是都写着有什么吗？我又不像某些人蠢得跟猪一样。你他妈骂谁呢？行了，你俩别吵。既然你说没吃，就把外卖赶紧还了，这事儿就结了。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开门？你那么凶，上来就一副要吃人的样子，谁敢啊？你帽子大半夜来处理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很无语。半夜点外卖，别再把地址搞错了。今天这个乌龙归根到底是你先犯的错。帽子一走，他立刻变脸，不知道嘴里又要喷什么粪。外卖我真的没吃，我只是每个都打开，往里加了点东西。不过你放心，也就是稍微恶心了点儿，绝对吃不死人的。你什么意思？说清楚！自己猜去吧。真他尔玛恶心！你吃吧。都是你出的馊主意。第二天我把外卖踢回到他门口，开始期待他们的后招。他们也挺争气的，没让我失望。监控拍到光头男老婆抱走了我的快递，一箱5斤装的啪啪干，总价值还不到30块，直接把我给逗乐了。第二天我故意往门口放了一个箱子，上面写着10斤装精品车厘子。对面女人出来丢垃圾，凑上来看了看，惊喜不已。随后赶紧回屋招呼光头男出来帮忙，光头男也跟着傻乐，毫不犹豫抱回了家。我看着手机监控跟他们一块乐呵，也不知两口子发现里头不是车厘子，而是一箱白白胖胖密密麻麻的蛆，会是什么反应？本来想安排蟑螂，怕波及无辜才作罢。这次两口子破防了，我不在家，他们就在群里破口大骂，但是绝口不提偷我快递的事，还扬言要打断我的第3条腿。我有靠山，何须避他锋芒？就是他。你现在涉嫌偷盗他人财物，涉案金额超过1000元，跟我们回所里一趟吧。不是，帽子同志，我什么时候偷别人东西了？我没有啊！视频拍得清清楚楚，你还敢说不是你？帽子同志，你看那面里面是蛆，是蛆！我脑子有坑啊，给自己买一箱蛆，购买记录还在呢。这就是我买的车厘子。走，乖乖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他老婆看他要被带走，连忙说那就是一箱蛆，还要戴帽子去垃圾桶看。很显然，我早就想到了这一点。走，乖乖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他老婆看他要被带走，连忙说那就是一箱蛆，还要戴帽子去垃圾桶看。很显然，我早就想到了这一点。
光头最后赔了我1000，私下和解。我反手就拿着赔偿金又买了1箱车厘子放门口，请邻居们免费吃。对门两口子显然是气坏了，又是吵架又是砸东西。但没想到接下来整整1周，他们都没再来找我麻烦。但是我很清楚，狗是改不了吃屎的。没曾想他们很快就给了我一个大惊喜。那天我出差回家，边走边回信息，没注意眼前。妈的，我找不到我家门了，一整面通顶木柜把过道堵得死死的。这招实在太他妈震撼我了。我问物业要来光头的电话，对方一开口就警告我，如果拆了他的柜子，就赔他1万块。你放心，我保证不拆你的柜子。啊，你不拆？随即我就找了2个木工师傅，把柜子拆开，原封不动地组装到他家门口。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有天晚上，哥们儿又叫我去喝酒，回来的时候路上都没人了。小区附近有条废弃的土路，我路过的时候憋不住尿，就拐进去解决了一泡。裤子刚提起来，就感觉背后一阵剧痛。转身一看，是2个男人，一胖一瘦，都戴着口罩和帽子。虽然光线很弱，但是我还是认出了其中一个。那矮胖的身材，目露凶光的3角眼，不是光头男人还能是谁？行啊，耍流氓不如我，直接来硬的了。怪不得光头男这么些天没动静，原来是在蛰伏着等机会呢。我揉了揉肩膀，假装没认出他。哥们儿，我身上可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而且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们要动手之前可得想清楚。光头男旁边的瘦猴手里拎着一根铁棍，对我的话充耳不闻。和光头男对视一眼，一棍子又挥过来。事已至此，再讲道理就不礼貌了。我一点都不带犹豫的，一记飞毛腿踹他心窝子上。哥们儿练过，这一脚这瘦猴肯定受不住。他踉跄了几下，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。光头男也抡着手里的铁棍扑过来。可惜他的动作在我看来实在是太慢，也就是刚刚偷袭让他们得手了一次，我很轻松就把棍子抢过来了。然后我就照着他小腿那一个地方往死里打。光头男叫得惨绝人寰，平时看着5大3粗的，没想到这么不经打。我才打了10来下，他就抱着腿满地打滚。眼看我卯足了劲儿，又要来一棍。光头男大喊：“你要杀人啊！我跟你说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你想清楚了。”这不是老子刚刚的台词吗？我他妈笑死！我看教训的也差不多了，就把棍子一扔走了。但是回去我就后悔了，后悔对光头男下手太轻，毕竟好不容易才有这么一个打他还不怕他报警的机会。第2天一觉睡起来，业主群里热闹得很，都在讨论光头男的事儿。原来光头男的腿被我打断了，腿骨骨折了，那只能住院了。整栋楼邻居们似乎都感觉轻松不少，不担心遛狗的时候碰上那对发癫的瘟神，也不用怕电梯里看手机被追着骂。还有人说，要是这家人赶紧搬走，那才真是谢天谢地。但事情还没有结束，光头男老婆把我门上的指纹锁敲烂了。搞不懂这颠婆又是玩的哪出？他摇头晃脑，跟个女混混似的，眼里都是挑衅。有意见吗？没意见，正好你给我赔个新的。我给你赔？你想屁吃呢？我老公腿被你打断的事儿，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。那你这可就是血口喷人了。你老公腿断了，怎么就跟我扯上关系了？总不能因为我跟他有过节，他以后吃不下饭、拉不出屎、生不出孩子，都怨我吧？光头男老婆脸色瞬间煞白，好像真的被我戳中了痛处一样。你他的胡说什么呢？他忽然暴走，像个疯婆子一样，不管不顾地扑过来就要挠我。眼看他爪子就要落我脸上，我一把抓住他胳膊，这女的好像却被车撞了一样，直接朝后退了几米远，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，随即扯着嗓子嚎起来：打人了！一个大男人殴打孕妇了！紧接着瘦猴从对门窜出来：姐，你没事吧？我肚子好疼！别演了吧，演技太差了，大姐。光头男不知道什么时候拄着拐也出现他家门口。瘦猴跟我发狠：狗杂碎，你天天给我姐和姐夫找不痛快，我告诉你，我姐跟她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要你偿命！我操，我听见了什么？老实人？我视线在3个人身上扫了一圈，这夫妻俩如果也算老实人，这世上就没几个恶人了。好啊，我等着。当天，光头男就把视频发到了业主群，还附带上了一张医院的诊断证明：殴打孕妇导致流产，
这罪名可不轻啊！原来两口子伙同瘦猴来找我，现在无法痛下，就是为了演这出戏。你要不先别报警，没必要闹大嘛。我欲擒故纵，假装害怕，引诱光头男露出贪婪真面目。现在后悔已经晚了，想让我别报警，那你就赔钱。那你想要我赔多少啊？至少10万，出问题你就赔50万，不赔我就告死你。我笑了笑，抛出了我准备已久的杀手锏，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他老婆跟别的男人约会的视频和照片而已。我花了点钱找了个人，跟了他几天，终于拍到了2个人私会的证据。第一张是他老婆给高个男开门，第2张是男人早晨出来，第3张是他老婆在饭店跟同一个人拥抱。只有孩子生下来才能做亲子鉴定。4个证据一个比一个重磅，这夫妻俩当天就退群了。被当众揭穿了这么大的家丑，是个男人都得崩溃，他哪里还有精力来跟我斗？最后一次见到夫妻俩是半个月以后的一个晚上。赶紧滚！这房子是老子买的，跟你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请，我特别绅士地请他进电梯。他瞪了我一眼，捡起行李箱狠狠地走了。第2天晚上我再回来，就听群里说1601的人已经搬走了。后来来了一对小夫妻，很有礼貌，以后多多关照。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偶尔我还会想起光头男那样的极品，这辈子很难再碰上了。